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7月20日。今日講下新加坡港同埋香港嘅競爭故事。呢個競爭故事已經持續咗100幾年。我手上係有日本學者賓夏武志教授嘅一本書《海的亞細亞》，裏邊咧大篇幅咧係講到香港同新加坡競爭嘅故事喎。咁佢哋競爭嘅係從3方面啦。喺100幾年前，佢哋都作為英國嘅殖民地。咁殖民管治嘅時候咧，佢哋就係成為咗英軍或者英國嘅商船嘅補給點咯。最初係補給點，後來咧由於個貿易擴大啊嘛，兩者就變成咗一個嘅轉口港。咁譬如話英國嘅商人要喺馬來半島就係做一啲原材料啦，譬如話橡膠啦，或者係一啲嘅糧食，咁咧就要透過新加坡咧運去歐洲咯。歐洲亦都要運啲商品啦，去亞洲就要經新加坡。香港亦都係啦，香港主要係做鴉片貿易同埋一啲嘅洋貨嘅貿易，洋布嘅貿易就係同中國大陸做生意，就係咧嚟中國做生意咧就要補給噶嘛。佢哋嚟中國買茶葉、買絲綢、買瓷器，咁同時間咧亦都帶佢哋嘅貨品嚟。咁所以香港同新加坡咧喺1870年至80年代已經成為咗一種競爭嘅對手。咁但係咧喺2次世界大戰後咧，由以前嘅所謂嘅貨運業慢慢競爭咧就展開到變成咗係呢個嘅軍艦業咯。咁美軍、英軍或者北約嘅艦隊，咁佢哋嚟遠方咧係巡邏，就往往咧要停泊喺呢個新加坡港或者係香港，就喺呢兩個地方咧進行補給。唔單止補給啲船員啦、水手就會落船咧去消費喎，會去買嘢啦，會去尋歡啦、娛樂啦。香港灣仔嘅酒吧就係嗰陣時咧就開始崛起嘅。喺2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喺朝鮮戰爭結束之後咧，咁呢啲地方咧就係繁華起嚟啦，甚至乎荷里活嘅影片咧都有拍到香港嘅繁華喎。就喺嗰個時候。咁然後第3個戰場咧就喺1960年代以後西方社會咧就喺2次世界大戰嗰個經濟低迷下咧就復甦起嚟啦。戰後嘅一個嬰兒潮，令到1960年咧喺美國或者西方咧都變得好富裕。咁所以就變成咗一種咧叫郵輪業。郵輪業咧以前嘅郵輪譬如話鐵達尼號嗰啲郵輪咧，當然就係1次世界大戰前後，嗰啲富人先有機會坐啦，或者係遠方嘅航行。其實鐵達尼號咧佢係更多係運人嘅，就係將啲人由英國運到去美洲。佢就唔係純粹好似咧後來嘅郵輪業。郵輪嘅定義係咩咧？你就唔係做長途航行嘅，亦都唔係運貨嘅，係想去旅遊，會翻去母港之後咧，啲人就會翻自己國家嘅。鐵達尼號唔係噶嘛，啲人咧真係會去美國度咧係發展新大陸嘅。咁所以兩者係不同嘅性質。1960年代咧，香港開始發展郵輪業。1966年香港第一個郵輪碼頭咧就建立咗啦。就喺邊度咧？就喺九龍碼頭。喺九龍碼頭經營權海運大廈。海運大廈旁邊，我哋喺香港人咧一定係經過啦，行過海運呢幾年咧都會見到有啲人問你上唔上船賭錢嘅，就變成一啲細隻嘅郵輪喺度停泊做賭博。但係1966年嘅時期咧，香港係領先嘅，因為你停泊喺尖沙咀咧，其實好方便啦。附近好多著名嘅旅遊景點，有文化中心，有太空館，有呢個嘅彌敦道、重慶大廈，有半島酒店，你係可以喺嗰度咧消費，喺嗰度咧飲食，喺嗰度咧娛樂。有無數嘅酒吧，有樂士佛台。咁所以咧，海運大廈嘅九龍碼頭咧就有一個好巨大嘅優勢。咁但係問題就係啦，嗰個維港咧就越填越細嘅。咁所以咧，你食水深嘅大郵輪咧就上唔到啊。咁所以喺10幾年前就係興建咗呢個啟德郵輪碼頭。咁但係問題，啟德郵輪碼頭興建完之後咧，一直俾人詬病，就話配套好差交通又好唔方便。而家咧結果係點啊？今日嘅新聞就係郵輪及遊艇業協會撤出咗香港啦。政府咧就反駁話咧，郵輪咧已經恢復到疫前嘅水平啦。話佢哋係欠租添，因為佢哋就停咗喺呢個嘅啟德碼頭裏邊。喺啟德碼頭裏邊咧有一個鋪位。佢呢個係生意係做啲咩咧？我查一查佢嘅官網啊。佢呢個協會咧其實主要係做啲培訓嘅，同香港政府咧有大量嘅合作做培訓嘅。好多傳媒報道嘅，有大灣區嘅一啲嘅研討會博覽會。咁所以其實咧佢就係為呢個行業咧係進行一啲嘅人員培訓嘅。咁但係問題，入行嘅人越嚟越少啦。咁你梗係冇生意㗎。咁你咁點啊？佢哋都要揾出路嘅。冇人揾去培訓，咁佢哋可以點呢？可以做啲乜嘢呢？咁佢哋而家決定咧遷冊啦，去新加坡。你睇下咧，佢幾個月前呢，
都仲有一啲嘅大灣區嘅新聞嘅嚇，咁啊，但係即係時移世易啦。而家事實上喺香港作為母港不特止，甚至乎停泊喺香港嘅船隻越嚟越少。佢呢個係一個非牟利組織嚟嘅，係做培訓行業，亦都咧係做一啲嘅郵輪啦，可能一啲嘅支援啦，譬如話法律嘅支援啦嚇，譬如話呢個嘅呢啲嘅售後服務嘅支援啦，主要係做呢一啲嘢嘅。咁咧佢喺今年咧24年嘅1月13日同太白珍寶海國皇宮基金都仲有一啲嘅活動㗎嚇，簽咗合作協議，就係減排啊咁嘅情況。咁但係咧而家就話香港生意太差啦，就要遷冊去邊度？去新加坡，即係香港郵輪及遊艇協會咧，就可能變成咗新加坡郵輪遊艇協會喎嚇，咁啊變成咗遷去新加坡。咁啊新加坡點解有咁巨大嘅優勢啊？你睇下一個簡單嘅數字比較字，喺7月香港咧就有0隻船會停嘅，新加坡就6隻。8月咧黃金季節喎，8月暑假嘛有15隻喎嚇，新加坡香港得2隻。9月咧15隻，香港得5隻。10月咧係9隻對5隻，哇！你就咁睇咧，係第一就輸好多噶啦。但係咧唔係純粹睇數據，唔係純粹睇呢個幾多隻船嚟。我再查一查咧呢啲國際嘅郵輪協會，國際郵輪協會今年最新嘅文獻，以舊年為例啊，全球咧郵輪最犀利就係美國嘅，美國人就好中意坐郵輪加勒比嚇，就去加勒比喺美國唔同喺邁阿密啊，喺呢個嘅奧蘭多啊，去唔同嘅地方就去加勒比度玩。咁呢個係美國係第一噶啦，咁啊其次咧就歐洲就係德國同英國，英國咧最犀利就係 Southampton 嚇，南安普敦。咁啊舊年有幾多隻船咧？2023年有600隻船咧係停咗修咸頓，犀利啦係咪？600隻船喎。香港幾多隻咧？138隻。新加坡舊年有400隻。你就咁睇啦，新加坡同香港都係爭咗倍零咧。咁啊同英國梗係爭得多啦。咁啊唔係淨係睇嗰個船有幾多隻嘅，要睇埋架船裏邊有幾多人嘅。喺英國咧，舊年有幾多人啊？204萬人係經呢個嘅郵輪啦，係停泊喺呢個英國嘅。咁啊喺歐洲嘅遊客啦，會經啦英國啦，或者英國嘅遊客亦都會搭郵輪出去歐洲玩啦，或者去更遠嘅去美國玩啦，亦都有嘅，係200萬，204萬人，犀利啦係嘛？新加坡咧，新加坡都唔弱嚇，新加坡係有180萬人，即係佢新加坡嘅船係更大喎，其實係，因為新加坡400隻船嘛，英國600隻船啊嘛，但係英國同新加坡只係爭咗20萬人左右啫喎，咁呢個新加坡係犀利啦，有壓倒性嘅優勢。然後到香港138隻，得15萬人嚟；新加坡180萬人嚟，香港得15萬人嚟，即係呢個係蚊比同牛比喎。即係你係用一個具體嘅數據，貿發局也好，或者係呢個嘅旅遊業協會也好，佢就反駁啊，話而家已經恢復到疫情前嘅水平啦。你就冇講船可能係疫情前嘅水平，因為咧好多船咧每日都嚟停香港嘅嚇，停香港其實係賭船嚟嘅，根本就香港嚟香港去，喺呢個嘅海運大廈出邊嗰啲賭船，問你上唔上船，上唔上船，出不出嗰啲咧就係幾日開一隻。其實係冇乜意義嘅，因為嗰啲船咧嚟嚟去去都係嗰啲糖水滾糖魚載翻嘅香港人，或者大陸特登嚟香港上船賭錢嘅人，就唔係好似新加坡或者呢個嘅 Southampton 咁樣，佢哋真係以遊客為主嘅，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分別。所以香港政府已經反駁啦，話郵輪已經回復到疫情前嘅水平，呢一個咧係一個好明顯以偏概全。唔係一個事實嚟，咁啊有啲人詬病香港郵輪業咁差係因為選址太差，啟德，咁但係呢個無可奈何嘅，香港可以選到嘅地方太少啦，係咪啊？你當然可以選喺西九嘅，如果當年選喺西九起碼大商場啦，啲人上船去商場度買下嘢，去 Elements 買下嘢都好啊嘛，咁你選喺啟德附近真係冇大商場喎，去到九龍城廣場，以前九龍城廣場又話好多嘢食啫，而家執下又冇噶啦，咁所以咧遊客嚟到香港上岸，其實得好短時間嘅啫，通常係朝頭早嚟，夜晚就要走嘅。咁啊，英國咧喺修咸頓附近都冇大型嘅旅遊景點同購物中心啊。當然有個 Peppa Pig World 嘅，但係你冇細路仔嘅人咧，又未必中意玩噶嘛。所以有啲遊客去到修咸頓，佢哋係會點咧？佢哋就係有一啲嘅旅遊團，有大量嘅旅遊團，就譬如話去附近嘅景點，所以附近都要搭2個鐘頭車㗎，可能係要來回4個鐘頭㗎，但係佢得有1日啊嘛。但係你去啲嘅係
震撼嘅歷史景點，譬如話去睇巨石陣，喺安普敦咧去睇巨石陣2個鐘頭車，喺巨石陣可能逗留2個鐘頭啊，咁啊但係你都會覺得不枉此生喎。然後咧中途可能就會經過Bath 咧就係羅馬浴場嘅地方嚟噶，又喺度食餐飯玩個零鐘，你嗰日咧都係覺得呢個行程係相當之抵嘅，因為你可以見到偉大嘅歷史奇蹟啊，巨石陣，又可以見到呢個嘅 Bath 嘅一啲嘅歷史遺蹟，咁所以都係好好睇嘅喎。咁啊，如果你去倫敦，咁可能時間就好緊湊啦，由呢個嘅 Southampton 去倫敦度 shopping 購物或者食飯，咁所以一般人有冇人咁做都有，但係就唔會好多。反而咧就去附近一啲嘅景點，譬如話去呢個 Brighton 去睇下呢個七姊妹斷崖，又或者話去威爾斯搭耐啲3個鐘頭車去威爾斯睇下天涯海角，呢個叫眾心旅遊，就透過1日嘅停泊就要眾心旅遊通常咧就郵輪咧就會包埋個旅行團嘅，就係另外加錢就咁嘅情況。咁而新加坡啊另外一種路徑啦，新加坡咧嘅海濱郵輪中心咧其實同啟德碼頭係差唔多時間落成喎，喺2013年落成。附近有幾多嘢？附近咧可以喺 walking distance 行去嘅就有摩天輪觀景塔啦，然後有魚美斯公園著名嘅旅遊景點啦。其實呢度咧有好多旅遊景點㗎咁本身咧呢個海濱公園自己都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啦，係咪？裏邊有好多好宏偉嘅一啲嘅奇蹟大樹，而且咧經常搞活動喎。我前年去咧就睇嗰啲活動，我睇 Harry Potter 睇嗰啲活動然後咧又有金沙酒店啦，去嗰度倒翻手都得喎，食個靚嘅飯。附近再遠少少10零分鐘車就去到聖淘沙啦。聖淘沙有大量嘅景點啦，有包括環球影城你朝頭早落船玩完環球影城都得。咁呢啲全部咧都有好好嘅配套。咁一般嚟講咧，郵輪咧就又會有大巴嘅，而且佢有巴士。巴士咧去聖淘沙可能要1個鐘，因為新加坡都幾塞車嘅。咁但係搭大巴咧10零分鐘去咧，其實就好方便嘅啫。咁你反而咧，你喺香港，你喺啟德落船，你可以去邊咧？去尖沙咀，佢又話冇的士喎，的士唔願意入去。大巴咧又冇做一個良好嘅配套，巴士又冇良好嘅配套。香港 Uber 又唔係合法嘅。你喺新加坡，你落船你 call 個 Grab， 你又好方便可以接到你噶啦。或者你想翻去碼頭，你又 call 個 Grab。你又好容易去到，你未必喺街度容易截到的士嘛，你 call Grab 咯。香港 Uber 又唔合法 ，Grab 又唔合法，滴滴又唔合法，咁你叫啲外國遊客嚟，你點樣消費咧？呢個係一個唔合理嘅一個安排嚟嘅。咁你要喺一個旅遊景點裏邊，你第一係就好似做到英國咁樣，係重心旅遊，就喺嗰度落船去附近一啲不可不去嘅旅遊景點。但係香港又冇呢啲所謂不可不去嘅巨石陣Bath 天涯海角呢一類嘅旅遊景點冇啊。咁你去海洋公園排隊即係你得個大半日時間，排隊都玩唔到幾個遊戲啦。去香港迪士尼得唔得咧？都得，但係係咪應該可以即係郵輪公司同迪士尼做啲合作咧？係咪全部俾嗰啲遊客係有 fast pass 咧？fast pass 咁即係船飛買貴啲啫嘛。你上得郵輪其實消費都好貴噶啦可以推出一啲 fast pass 同迪士尼，就等佢哋半日喺迪士尼食個好嘅下午茶。Afternoon tea， 然後咧就打下卡或影下相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問題喺啟德真係變成一個鬼城，一個死城。一年咧停泊嘅船咧就係屈指可數，然後裏邊嘅鋪頭咪梗係水靜河飛啦。水靜河飛嘅時期，咁越做越差咯啲服務。香港嗰個啟德碼頭就係因為即係俾政府咧呢啲所謂嘅指導思維去搞死。新加坡係指導思維嚟嘅。新加坡嘅指導思維咧，佢就係要起喺最當旺嘅地方，而且咧用最有力嘅方法推動佢哋嘅旅遊業。但係香港嘅指導思維又唔夠強而有力，又唔係好似英國咁由市場自由去發揮係嘛？其實英國南部仲有好多港口㗎，甚至乎去利物浦西北部都有港口㗎。咁但係點解要揀喺安普敦就係因為附近有偉大嘅歷史名勝啊嘛，係有呢個嘅巨石陣啊嘛，有 Bath 啊嘛，有天涯海角啊嘛，所以呢個係由市場去形成。香港咧，佢又唔係市場形成，又係政府指導，但係政府又唔夠力去指導所以兩頭唔到岸嘅情況咧，就變成咁啦。咁加上咧嚟玩郵輪嘅人咧，其實咧大陸客就主要都係去海運碼頭上去嗰啲賭船嘅啫。咁但係嗰啲賭船咧，慢慢嘅吸引力都下降啦。尤其是而家中國個經濟咧，都係要追討翻以前嘅薪金各方面花紅咁唔再係以前嗰啲咧，啲村官咧都帶住幾百萬嚟賭嘅時代。
咁所以嗰啲船都慢慢萎縮噶啦，嗰啲船而且都由黑社會控制噶嘛，好多時候由啲香港仔嗰啲黑社會啊，和字頭嗰啲控制啊，嗰啲其實都係對香港經濟效益好細。咁郵輪一般都係啲高端客，好多都係嚟自歐美嘅日本啊，嚟自呢啲咁嘅國家，而嗰啲國家咧對香港嘅吸引力其實越嚟越少。大陸落嚟嘅，咁大陸自己上海都有母港啦，唔需要特登嚟香港啦嘛。上海母港更宏大喎，更呢個嘅豐富喎，佢嘅景點。咁點解要嚟香港咧？香港咧個吸引力就係吸引以前嘅美軍啊、英軍啊，或者係啲歐美嘅遊客。但係而家啲歐美遊客嚟香港咧，個吸引力咧，隨住香港嘅負面新聞越嚟越多，咁好明顯係會減低咗佢哋嘅興趣嘅。如果要去就去呢個嘅日本、去上海、去高雄、去呢啲地方啦。咁上海嘅郵輪港咧非常之宏大嘅，一年有400幾萬人啊，比起香港15萬人係爭幾遠啊，係咪啊？咁所以呢個係冇得比㗎啦，呢個係咁而且咧有一個即係我諗咗一個好 critical 問題，我覺得突然間睇完呢個新聞之後，我都想坐下郵輪去香港喎。我又唔係好敢入香港境內啊，我係咪應該可以考慮坐個郵輪去香港咧？即係譬如話喺呢個東京灣上船就經香港再去越南，咁我揾到呢啲路線嘅，類似呢啲路線都有嘅。新加坡上船經香港去高雄又有嘅，咁喺香港停一停啊，唔上岸咯。咁我覺得就算我上岸，可能都有啲風險，但係未必好大。但係羅冠聰咧，或者喺美國喺西方俾中國政府制裁嗰啲官員咧，佢哋敢唔敢搭呢啲船啊？咁如果敢搭呢啲船咧，即係佢哋係會敢搭嘅，唔出奇嘅。啲西方政客。咁佢哋最多唔上岸嘅啫，然後喺維港度打張卡望住呢個嘅維多利亞港，或者玩下無人機喺嗰度喺個甲板上面 U jump 埋 jump 咁樣。咁如果嗰啲羅冠聰啊、周庭啊、黃丹啊呢啲人物上船，佢就打下卡。咁香港國安警、香港警方會點做咧？根據呢個國際法嘅守則咧。佢停泊咗喺個港口咧，其實都可以上船拘捕嘅。咁但係當然佢上船拘捕咧，就要隻郵輪公司配合先得。咁郵輪公司配唔配合咧？到時如果佢配合，咁可能咧喺國際上出咗大新聞。如果佢唔配合，可能咧就會受到香港警方、香港政府嘅刁難。所以郵輪協會遷冊去新加坡咧，其實並非冇道理嘅，就係因為好多郵輪公司對於呢啲咧係不可抗逆嘅一個政治事件嘅風險要進行管控，佢哋唔能夠排除呢啲情況出現，而導致到可能佢哋配合會受到歐美制裁喎。如果唔配合，可能又受到中國或者特區政府嘅刁難，所以左右做人難嘅時候咧，就慢慢咧就係遷冊，咁嚟香港嘅生意都會照做嘅，始終都仲有少少遊客噶嘛。咁但係可能個總部就會遷去新加坡，遷去其他地方，嗰啲工作人員喺嗰度，咁變成佢哋嘅風險相對較低，請飲茶嘅機會較低，可能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風險嚟嘅，不能排除啦，至少係咁郵輪業如果相熟嘅朋友，你又不妨留言話俾我知，睇下個情況會唔會同我呢個推論係有一啲嘅可能性。咁當然最實際都係生意唔好啦。咁但係唔係，香港政府咧最新出咗報告咧，又話執10間就開翻16間喎。最新咧我睇呢個新加坡聯合早報嘅報導啊，話香港政府咧自己最新有統計啦，犀利就唔係好似李家超咁講。其實咧本年新成立嘅公司有6.6萬間，其實就係開嘅公司咧就多過執嘅公司，就執5間開6間。咁但係正如頭先我所講喎，你又要睇下執嘅人數同開嘅人數係幾多。開嘅人數咧梗係少嘅喎，新公司初創企業可能係空殼嘅咯，可能係得1、2個人嘅啫。但係執嘅公司咧，你梗係做咗好耐捱唔住先至執㗎，可以好多人數嘅喎，嗰啲係或者資本額咧，唔係淨係講人數啊。執嘅公司可能資本額咧，你營運咗咁，梗係有一定嘅資本額㗎嘛。咁新嘅公司1蚊公司1000蚊資本額。咁呢個又要講喎，呢個就係好似頭先所講嘅旅遊業協會話香港咧已經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啦，停泊係恢復疫情前水平啊，但係人數係好少啊嘛，人數同新加坡尾數都睇唔到，人哋200萬係咪？你先得15萬，上海有400萬，呢個安普敦啦，又係即係以百萬計，咁所以呢個冇得比嘅喎，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個就係
今日我嘅討論考證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喜歡啦，好嘛？咁啊，下個星期開始咧，我就會休假啦。休假咧，我就已經拍咗幾條咧讀書嘅影片啦，就譬如話講呢個嘅藍絲寧毛澤東主義嘅研究、李怡嘅回憶錄、香港歷史嘅分析等等等等，我拍咗5-6條咧呢個讀書嘅影片，就會擺喺會員頻道優先播放48小時嘅，48小時後咧就會交俾呢個嘅公開討論。咁所以咧，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可以支持 Patreon。支持呢個 YouTube 會員，你就會優先睇到我影片。喺我嚟緊呢幾個禮拜休假期間咧，都繼續可以聽到我嘅影片。多謝大家，拜拜。